大家好，欢迎观看《三人自由行》。这一集我们将介绍文布南村到班戈的路况。吃过早饭，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，再看一眼当惹雍措吧。告别当惹雍措，我们驱车前往班戈。今天我们将经过色林措，领略西藏第一大湖的优美风光。导航行程440公里，行程近7个小时。我们今天经过的湖不但多，而且大。一路上有当惹雍措、当琼措、达泽措、乌如措、恰归措、色林措和措鄂。数了数，一共有7个湖泊，真是名副其实的一错再错，步步皆错。现在我们从文布南村出发，前往班戈。看过当惹雍措，再看前面的当琼措，才发现这两个湖的湖水颜色迥然不同。同样是令人无比惊艳的两个湖，当惹雍措的湖水是蓝色的，而当琼措的湖水是绿色的。从南向北而行，接近当琼措岸边时，路向右转了个弯儿，在海拔4800米的地方，居然看到了2位骑行者。最先看到的那位骑行者还在努力地向前蹬着车轮，而前面的那位骑行者可能力气耗尽，只能推着自行车向前走。我们从心底里向每一位行走在阿里大北线的骑行者致敬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丈量着西藏每一处美丽的山川湖泊。从当琼措东岸转向北岸的时候，再次路过当琼村。无论外来的旅者怎样脚步匆匆，这里的藏民们还是照着他们的节奏和习惯在这里生活着。外面的世界在这里仿佛没有带来什么改变，就连在这里的藏獒都还在马路上悠闲地和小伙伴们一起散步呢。过了当琼措就开始爬山，上山的路多为 S 型急弯，要特别小心对向来车。虽然你是在爬山，可对向来的车是在下坡，如果是大车迎面下来，要更加小心避让哦。昨天过来的时候，在山顶附近位置路旁有一个很奇特的大石头，如果你也看到了，恭喜你，说明你进文布南村的路走对了。过了那块大石头就是一路下山，到了平缓的路段，路右侧的地上等距离地摆放着一个个的高压电塔。听说文布南村和当琼村2020年6月份就能24小时通电了。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朋友们，走国道317从洞措前往当惹雍措，正确的路线是从洞措走国道317，接近尼玛县城的时候有一条右转的路。这条通往文布南村的路是2018年修好的，全程柏油，非常好走。下午1点半到达尼玛县城，先去了中石油加满了油，然后去城里的川味一品香吃午饭。隔壁饭桌坐着一对年轻的恋人，他们还带着一条大狗。聊天中，女孩告诉我，千万别开夜路。他们是从拉萨经纳木错班戈过来的。昨天晚上2人开夜车，居然看到了几只狼站在路边，2人吓到不行不行的。出了尼玛县城有检查站，下车登记。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是位藏族小伙子，
当我们问他天黑之前能否赶到班戈县城时，他热情地说：没事儿，你们使劲儿开，肯定能赶到，使劲儿开，不限速。后来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：你使劲儿开也别开太快喽，出了事儿来找我，注意安全。然后没有给我们线索条，那我们就开喽。没过多会儿，前面就看见了沙尘暴，我们很欢乐地穿越了这阵高原尘沙阵。下午穿越的线路是藏北羌塘大草原上湖泊最密集的地方，还会经过西藏第一大湖色林错。这是一条一错再错、步步皆错的线路。下午2点多，路的尽头有一个湖，就是前面，这就是达泽错。达泽错湖水湛蓝，静谧恬静。乌如错是下午见到的第2个湖，据说乌如错形似老鹰啄食，而乌如的藏语意思就是老鹰湖，它明丽清纯，秀美质朴。下午3点半，小巧玲珑的恰归错跃入我们的眼帘，我们减慢车速，远远地凝望。行路间，一只翱翔的飞鹰在我们前面的天空中盘旋，难道你是在为我们引路吗？当我们翻过一个山坡，远远地望见了前面左手边的色林错和右边的错愕。色林错湖边还有一家尚在招揽客人的木家乐。据考证，几百万年前因气候变化，色林错湖面退缩，分离出错愕、班戈错、乌如错、恰归错等23个小湖。色林错的远古湖盆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，周围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湖泊都曾是它的一部分。色林错是中国第2大湖，西藏第1大湖，其水量的补充除了冰川融雪和降水降雪外，还有扎加藏布、扎根藏布、波曲藏布等入湖河流。众多的河流和湖泊互相滋润，水系相通，组成了浩瀚的色林错。这条河流就是连接乌如错、恰归错和色林错的扎根藏布。面对色林错，你会感到有些纠结。虽然魔鬼湖是一个令人惊悚的名字，但色林错的美的确是让人难以将眼前的景色与它的别名联系起来。凝望色林错，天蓝水碧，海天一色，从近岸的宝石蓝，湖中的孔雀蓝，再到天际的翡翠绿，湖水变换出深浅不同的蓝色，美景在前，令人激动的茫然失措。我们放飞无人机，要记录下这西藏第1大湖的身影，怎奈无人机刚刚升起，就发出激烈的警报声，这里的风太大了。无人机只升空飞行了1分多钟的时间，电池已经耗掉大半。陶妈从驾驶位下车，想要拍些照片，下车的当间没留神，没抓住车门里面的把手，风从车后方吹过来，差点就把驾驶位的车门给吹折了过去。一路之隔，道路右手边就是错愕，其湖水的颜色比色林错看起来颜色更深。
离开色林措，看到有藏民骑着2辆摩托车前后行驶，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前面的摩托车用一根红绳在牵着后面的摩托车。从改则、尼玛、文布南村到班戈，阿里大北县的主要县城和乡村都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。过了色林措，看到右边电线杆都已经立了起来，电线也已经扯好。色林措沿线村庄的藏民们离24小时用电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6点钟，夕阳西下，藏北草原上的云铺张翻卷，海拔4850米的空旷道路上，除了藏民偶尔骑摩托车经过，很少看到对向来车。沿着国道317一路向坡上开，路两边是夕阳辉映下的金色草原。这条路向上而遥远，仿佛通向的是天边的云端。接近班戈县城，逐渐能看到在路上骑摩托车的藏民，他们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连头也都裹得很密实。为什么要把头裹得那么严实？这里可是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原，风真的很大。如果不戴头盔，或者不把头裹好，头一定会冻疼的，脸也一定会吹裂的。晚上7点，我们到达班戈县城，这是一个藏北高原的新兴城市，而且很认真地告诉大家，真的没有检查站哦，没有收路条的。是不是很兴奋？是不是很惊喜呢？下一集我们将介绍班戈的锅庄舞和班戈印象。喜欢的朋友请关注订阅我们哟。